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继续分享一些闲置的农房了。那刚刚路过这边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，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有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。远远的呢，我用航拍的镜头去看了一下，整栋房子啊，呈现的是一个红颜色的。那红颜色的房子在我们苗族这边呢是非常少见的，几乎是看不到的。那只有在山头之上的一些庙宇才是红颜色的房子，相信大家印象当中应该都知道吧？以小山头之上有座红色的房子，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庙宇。那在这边就是一栋三合院的红颜色的房子，非常的奇怪，到底这是不是一座庙宇，还是一座老百姓的居住房呢？我们带着疑问走进去看一下。湘西这边的温度是越来越高了，看我身后的油菜花，此刻呢正开的特别的艳，过一段时间啊就可以收割这个油菜籽了。房子啊就在镜头的前方，这是一栋三合院的房子，可以看到房子的周边啊是有很多菜地的，这边呢种的有白菜，还有蒜苔，那边还有一些青菜。那这个季节啊，我们湘西这边啊，温度已经挺高的，像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都达到了20几度，早上呢还是有一点点冷，将近是7、8度左右。在农村里面生活，有一栋房子，再加上一些菜园子，种点菜，看每天吃不完的无公害的蔬菜。像这样的蔬菜呢，是不用打农药的，像这些菜苔啊，就是最下饭的。这是可以吃生的，把它剥开了之后，吃里面的梗，有点是带清甜的味道。这栋房子啊是不通公路的，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遗憾。步行要走到主路的话，将近是有300米左右。然后这栋房子的右手边呢是有一条高速公路，这条高速公路呢是通往重庆的，叫做 G65包茂高速公路。然后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是有13公里，距离镇上啊有2.5公里。实际上，交通啊还是挺不错的。毕竟在这边生活的话，到镇上呢可以买到一些生活物资，到城里面呢也只10多公里，不远。现在我们就走入院子去看一下，独门独院的房子，算是闹中取静吧。我在这边拍了会儿视频啊，还是感觉旁边的这条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啊，声音还是有点大的。好在这栋房子啊，周边都是没有邻居，所以住在这边平时严格来说也是挺安静的，基本上呢没有外来的人员进入我们的这个院子。可以看到整个院坝呢非常宽，有100多平左右，然后这一大半呢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做成了2个台阶，底下呢有一个台阶，上面呢还有个台阶。我刚刚是看了一下，整栋房子呢并不是刚才视频最开头的说到的庙宇，这原来是一栋老百姓自建房。中间也就是大门口的位置呢，这是3间木房，然后这边呢是砖房，相当于呢这边是重新加建了2间砖房，加上一个厢房，还有那边这栋房子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将近是有6到7个房间左右，还挺宽的。然后整栋房子呢，它的楼层高度啊，将近是有3.5米左右，上面呢盖的也都是本地的青瓦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顶上的瓦呢是有点呈现凹凸不平的一个现象，说明呢这上面的青瓦开始有点掉下来了，看就在那个角落，瓦片呢已经往下掉了，所以这栋房子啊再不进行打理修缮的话，很可能啊马上屋顶要开始漏雨。我们都知道，房子一漏雨了，对于房子的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现在这些稻田里面啊都种上了油菜，开上了黄颜色的花，挺好看的。然后呢，门前
那块位置啊是几个小山包，这边啊距离邻居将近是有400到500米左右。这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近距离来看一下整栋房子。这一间啊是砖粉结构的，但是在这块位置呢，主人家铺了一层木板，还挺高的，底下呢是留空的，有很多鞋子，有高跟鞋，还有皮鞋，还有一些杂物。那边还有床垫，这里呢还有小孩子的一个车子，看上面的衣服都还盖在这个车子上面，感觉啊就是突然之间就搬离了这栋房子，到处呢都是透露着这样子非常怪异的，感觉得出搬离的时间最少有好几年了，因为从地上的这些杂物还有鞋子看得出，看鞋底都已经发霉了，然后这边的椅子之上呢到处都是灰尘，然后这边啊所有的衣物还来不及清理。这边啊是曾经主人家居住的一个房间，都是一些衣物。这边是床、席梦思，这边还有被子。整个房间的透光性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背后呢是有2米乘2米的一个窗户，然后在侧面呢也是将近是2米乘2米的一个窗户。墙面呢是做了一个白颜色的粉刷，这个顶呢没有做，已经铺好了领子。然后我们再从这边啊可以走到堂屋去看一下。这个砖粉结构呢和木房子是连接在一起，这边的家具啊，看这个电炉都来不及拿走，很奇怪，包括这些插板。以前这边也是一个电视柜，感觉所有的东西啊，主人家都来不及搬，然后就突然之间就这样子走了。究竟什么原因呢？这边也没有遇见邻居啊，要不然我们可以问一下其中的原因。这是一栋苗族的房子，因为它的火塘呢是设在这个位置，只有苗族的房子呢是在这一间，也就是房子的右手边是火塘的所在位，然后这里呢是烧火，上面是熏腊肉的地方，然后那根立柱呢是苗族的一个神龛位，平时呢逢年过节会在那边烧香烧纸祭拜的。那边是一个小小的碗柜，房子是非常简陋的，墙面上呢有些小孩子的图画。其实从每个地方也看得出，这栋房子好像搬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久远，一切都是显得那么匆忙。然后这上面的书包到处都是灰尘。整栋房子啊，主人家只住在1楼，2楼呢都是堆放的一些杂物。这边呢3间就是木房了。然后堂屋的位置有一张桌子，里面呢是一个平时吃菜啊剩饭剩菜放的地方，这边有个碗，那边还有个碗筷的一个篮子。那这边呢就是一个房间了，这边有个打米机。特别的好奇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看这个被子啊来不及收，这边主人家买的几包肥料都还没用呢，都放在这边了。
这边是以前的一个储存粮食的柜子。这个房间啊，它的顶呢也是没有做的，非常的简陋。其实整栋房子啊，可利用的空间还是挺宽的，通风透气啊也比较好。这边出去啊，就是他们家的院坝了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走到这边啊，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厢房。这个视频啊，我们争取是一镜到底，给大家去分享。这边是厨房的位置，依然是3口柴火灶，灶台呢布满了灰尘。然后这边啊是碗柜，加上一个以前的液化气灶。这个台面之上的柴米油盐还在这边，都感觉是来不及收拾一样的。厨房的旁边，这间应该是他们家的旱厕。以前呢，里面应该也是一个养猪的猪圈，现在房门已经锁上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其实整栋房子的外墙啊，都是实木结构的，然后这个外墙呢是刷上了红颜色的油漆。一般呢，苗族的房子是比较忌讳刷红颜色的油漆，但是好巧不巧的是，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偏偏的就刷上了这样的油漆，所以刚刚飞航拍的时候，我怎么感觉啊，这好像是一栋庙宇，但是当我实地来到这边看了之后啊，才发现原来这是老百姓一栋自建房。其实视频拍到这里啊，我的感觉是很难理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是这户主人家外出务工的话，他肯定会把所有的衣物啊、这些生活用品啊，全部都收拾好，放到柜子里面，再出去务工。但是呢，我们走进每个房间去看了一下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匆匆忙忙，来不及清理，然后呢就走了一样的，包括整栋房子的房门都没有关上的。但是你说昨天前天离开的也不像，因为整栋房子它的衣物还有家具都布满了灰尘。其实我就特别的好奇啊，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离开这栋房子？那究竟它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大家猜想一下。然后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们在这边找到他的邻居来询问一下。这期的视频呢，有点意犹未尽啊，确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想的。如果大家有些不一样的想法，也可以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户主人家究竟是一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拜拜。